如果一个骗局可以让被骗的人一直赚钱，当每个被骗的人就算知道自己被骗之后，还是心甘情愿的去付钱，那这个还是一个骗局吗？如果你知道美股的上涨是靠左脚踩右脚，是靠数据造假，是靠财务造假的时候，但只要你买了你就赚钱，那你还会买吗？前段时间不管美元再怎么贬值，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但美股就好像进入了不可能跌的模式。就算美股跌了，但只要跌到这条紫色上升通道的底部呢，它就会瞬间的反弹了，重新的涨到上升通道的顶部，然后又开始往下回调了。但不管怎么样，就算它跌下来了，它都会反弹，而反弹之后呢，都会涨得比之前更多啊。也就是说，只要它回调跌到紫色上升通道底部的时候呢，你去买入，你就会成功的抄底。那问题就来了，就在上周五呢，美股瞬间暴跌了，把这个不可能跌的模式打破了。这条紫色上升通道呢，直接被跌破失效了。难道这场美股泡沫的骗局现在就要被吃破了吗？我告诉你，这可能是美股泡沫的尾声，但不代表泡沫现在就被吃破了。为什么？因为美国政府现在直接关门了。大家好，我是邵医生。如果你每天睡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一下最新的经济数据，决定今天到底要怎么去投资，你就会发现现在美国政府呢直接瘫痪了。也就是说，那些什么就业的数据啊、通胀的数据、消费的数据全都没了，就是那些公务员都回家了嘛，那谁还会去给你统计数据呢？那么当你以为政府瘫痪是一个很坏的消息的时候呢，美股很多的公司财报都出来了，直接告诉你，就算美国政府关门了，我们做 AI 的依然是非常赚钱的。然后呢，美联储又告诉你，他们很可能会继续的降息放水。所以这么多的好消息呢，你就无脑的进场买入美股了。结果关门之后的美国政府呢，直接公开说要对中国加关税，然后美股那天就暴跌了，160万的人爆仓了，你也被套牢了。那么你要卖还是不卖呢？各位，当全世界都觉得美联储这个月会继续降息放水，那如果它最后不降息，你觉得会怎么样呢？各位，当全世界都觉得美国 AI 现在非常的赚钱，但如果这只是一场左脚踩右脚的数字游戏，你又觉得会怎么样呢？其实美国关门呢是很平常的，因为95年、13年、18年呢都曾经试过啊，也对美股和经济呢是没什么影响的。但问题是，过去每一次美国政府关门，黄金这个避险资产呢都是下跌的。但这一次，我们从年头布局的黄金呢已经涨了57%了。4个月前布局的白银呢，已经涨了56%了，这代表什么呢？还有，就算美股有泡沫，那不就更好了吗？有泡沫不就代表会上涨吗？上涨的时候不就可以赚钱吗？最重要的是，这已经不是美国的家事了，而是一场一生一次的财富大洗牌，也是未来很多人会后悔错过了一次暴富的机会。如果你不想要成为这场局里面的牺牲品，甚至你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局来跨越阶层的话，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而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等于浪费了你的时间了，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回来跟着去做。首先我们看一个棋手厉不厉害，看的不是他某一步棋走的怎么样，而是看他整个布局是不是在引导对手进入到他预设的终局里面。什么意思呢？其实美国政府关门每一次的理由呢都差不多的，就是国会不批钱嘛，不让你政府去花1分钱，你花了呢就是犯法了。所以一个政府连钱都花不了，就只能直接关门了，对吧？然后很多人呢就接受了这个说法，觉得这个只是党争的手段罢了。但是对于我们投资人跟商人来说呢，理由从来就不重要，我们看的是结果，是这件事背后的目的。注意听了，美国政府一关门呢，现在所有的经济数据都直接被隐瞒了。各位，美联储这个月决定降不降息，降息的话降多少？他们说看的是什么呢？看的不就是美国政府隐瞒的这些经济数据吗？那按照这个逻辑，现在所有的数据都没了，所以美联储这个月的一切决定是不是已经没有标准了？是不是只能靠盲猜呢？这就等同于让一个医生在没有 X 光片和血检报告的情况下去判断病人的重症该用什么药，
如果连决定全世界经济生死的美联储现在降不降息都要靠盲猜了，那猜错的话，做错决定的话会怎么样呢？谁负责呢？更重要的重点来了，现在美国政府的数据是不是已经真空了？但是整个市场却预期美联储降息的概率涨到了97%，为什么呢？因为虽然美国政府的大非农就业数据没有了，但市场上还有一个小非农就业数据，你这样理解吗？这小非农呢，就是一个全球最大的 HR 私人公司，因为它呢是负责帮几十万家公司去发放薪水了，所以这家公司呢就拥有了整个美国大部分的就业情况。也因为这样，它也会发布一个叫做小非农的就业数据，来告诉全世界现在美国有多少人找到了工作了。而这个小非农呢，9月份的数据出来了，本来整个市场都预期有5万人的，结果呢连一个人都没有啊，直接是负3万。再简单来说呢，现在美国的就业数据没有了，那市场就只能看一家私人公司公布的就业数据，而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呢是非常差的，所以大家都觉得美联储呢就要降息去救经济了。所以你听到这里呢，你知道美国政府它真正想要隐瞒的是什么数据吗？就业数据是不是掩盖不了的？因为就算没有大非农数据，但还有这个小非农数据嘛。当就业数据越来越差的时候呢，美联储是不是就要去降息呢？美联储一降息，美国政府欠的钱是不是瞬间就减少呢？所以美国政府怕不怕就业数据变差呢？他不但不怕，他甚至还在这个关门的时间呢，把几千个公务员都裁员了，就连公务员所谓的铁饭碗都没了。那服务这些公务员的公司是不是也要跟着没了呢？也就是说，这一次的数据真空呢，美国政府根本不是为了掩盖什么就业数据，而是想要去摧毁这个妨碍降息的通胀数据。一直以来，美联储不降息呢，就只有一个借口嘛，就是通胀太严重了。那我们去看这图，蓝线呢就是美国的物价。简单来说呢，这条蓝线涨得越高，就代表今年的物价比去年贵的越多。所以这条蓝线是不是从5月开始就瞬间暴涨了？然后是不是每个月都在涨了呢？但是它涨到了8月就停止了，为什么？因为9月开始的数据没了，美国政府呢关门了。也就是说，美国的通胀本来就越来越严重了，但现在因为数据没了，所以就等同于不严重了。还有数据是可以损失的，美国关门的这段时间呢，10月很多的通胀数据已经不见了。也就是说，就算美国政府它重新的开门，它的通胀数据呢，一部分也只能靠估算，所以通胀是不是就被物理摧毁了？再简单点嘛，美联储降息呢，说的就是看2个数据，一个是阻碍降息的通胀，一个是逼着降息的失业。现在通胀被消失了，失业更严重了，那你降还是不降呢？所以只要逼着美联储降息呢，市场就等同于有了资金，那美股是不是就可以继续涨呢？这还不够，还缺一些理由。现在政府的数据没了，那炒股的人就只能看企业的数据，也就是财报了。你会发现，现在只要跟 AI 相关的公司呢，财报看起来都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赚钱了。为什么？很简单，今天我是卖铲子的，我的铲子想要卖出去，我是不是就要找到挖金的人呢？所以我就告诉全世界，旧金山有金矿，然后全世界无数人就过来买了我的铲子，然后这些人挖到金之后呢，才会继续的去买我的铲子，对吧？也就是说，如果这些人挖不到金了，就没有人会买我的铲子了，我的铲子就算再好也卖不出去，对吧？同样的道理，今天我是像 Nvidia 一样卖晶片了，那谁会去买我的晶片呢？就是像 OpenAI 这种需要我的晶片去研发产品和服务，然后把产品跟服务卖出去赚钱的公司。如果 OpenAI 不去买我的晶片，那就算我的晶片再牛也没有用，因为没有人去买嘛，对吧？所以 Nvidia 就是卖铲子了， OpenAI 就是去挖金的。但是现在告诉你 OpenAI 挖不到金了，他卖的 ChatGPT 每年都亏几十亿了，所以当挖金的都赚不到钱了，他还会不会继续的买我的铲子呢？想买也没钱嘛，那怎么办呢？很简单，我卖铲子了，给你钱，你拿到钱之后呢，再去买我的铲子，这就叫做左脚踩右脚。什么意思呢？你会发现 OpenAI 这家去挖金的公司呢，
他先跟甲骨文公司砸下了3000亿美元的天价订单，去买了甲骨文算力的这个服务。这新闻一出来呢，甲骨文的股价直接暴涨了36%。各位听起来很正常是吧？然后你会发现，甲骨文这个公司呢，一转身就向这个 Nvidia 跟 AMD 投资了2000亿美元，买这2家公司的晶片。这2家公司的股价呢，也瞬间暴涨了40%。这听起来还是很正常了，对吧 ？OK， 然后这 Nvidia 跟 AMD 呢，一转身又给 OpenAI 投资了2000亿美元。各位听懂了吗？再简单点嘛，就今天我付给你10亿，买了你手上的那个铅笔，你一转身就拿了这10亿去买了他手上的杯子，然后他一转身再拿这10亿买了我手上的碗。游戏结束，我们3个人手上的东西呢，是不是都卖出去了？我们的账上是不是都多了一笔10亿的营业收入了？所以结论，我们卖的东西呢，是不是就可以有赚10亿收入的能力呢？同样的道理，我们看到的新闻呢，是 OpenAI 开始买甲骨文的算力，然后甲骨文就买 Nvidia 和 AMD 的晶片， Nvidia 跟 AMD 呢，再去给 OpenAI 投资，这钱是不是就走了一个循环？当然，我只是把这个变成很简单啊，就是庞博社他把这些公司所有的交易总结成这张图，细节你可以自己去看。反正就是你给我订单，我给你投资；你给我估值，我给你业绩。甲骨文有了订单了 ，Nvidia 有了业绩了 ，OpenAI 有了投资了，这不就是互相的说出去吗？互相的推高对方的股价吗？我打篮球呢都不敢这么刷篮板的，但这个是合法的。我不是说他们财务造假啊，不要误会，因为这些订单呢、合同呢都是真的，他们花出去的美元呢也是真的，只是说这个循环绕开了消费者。因为正常来说呢，是消费者付钱给 ChatGPT， 消费者买了他的会员，所以 OpenAI 这家公司呢，他赚到钱了，才会有钱去跟甲骨文、Nvidia 跟 AMD 买晶片了。而现在呢， OpenAI 这家公司每年都是亏钱了，但他却可以跟这些公司买下了1万亿美元的订单，成为了这些晶片算力公司最大的买家。也就是一家亏钱的公司却成为了晶片算力最大的买家，这不就跟00年互联网泡沫的时候一样吗？其实资本呢，想要推高这个股价，推高这个市值跟估值呢，是不难的，但是当他们想要卖的时候，谁来接盘呢？买单的是谁呢？卖不出去啊，但无所谓了，因为美股就这样涨了。所以有泡沫对于散户来说不代表是坏事，因为大户可能是造局者，我们要跟大户比内幕消息呢，我们怎么都是输了。所以我们散户要比的是灵活性，有泡沫就代表在涨嘛，虽然随时都可以崩盘，而崩盘的时候人踩人会跌得更快，就像上周五一样，毫无征兆的瞬间暴跌了。而大户卖股票呢，他就必须要提前分批的去卖，因为如果他一次性的去卖呢，就会有大量的股票突然被抛售，然后就引发崩盘了，他就会更卖不出去了。但我们散户不一样嘛，我们可以随时走嘛。所以虽然说我自己呢是把美元都拿去布局黄金跟白银了，但是我团队的老师跟弟子呢，他们明知道美股有泡沫，依然还是会进场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玩的是游击战，赚到钱就跑嘛。我们有一套大户出货之前的退场信号，同时我们有一套止盈跟止损的保护机制，让我们在泡沫爆破之前保护好我们的利润。然后你去思考一下，如果一只股票你买它失败的概率是99%，你要不要投呢？大部分的人都摇头了，对吧？但为什么你不问一下，你投这个股票亏的话亏多少钱，赚的话赚多少钱呢？如果今天我投100只股票，有99只都亏钱了，但每一只我只亏1万，我是不是就亏了99万？但只要我有一只赢了，我就可以赚1000万。那么我最后是不是还赚了900多万呢？所以我亏了99万，是不是只是我投资的成本呢？所以这个胜率是很重要，赔率是不是也同样重要呢？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把安装这一套投资系统的方法呢，就是在今年的投资改命培训营里面，只要你是我的粉丝，这个报名费不用$400了，连1分钱美金都不要，直接免费了。之前你错过我直播抢不到门票了，这一次就不要错过里面的大福利了，赶快在影片描述栏上的第一条链接报名吧。而重中之重就来了，
现在没有了通胀数据，代表什么？市场预期美联储很高的概率会降息，那美联储就一定会降息吗？去年1月的时候呢，市场就一直说美联储会降息，结果9月份才去降。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市场也是一直说美联储会降息了，结果也是9月份才降。为什么？因为去年降息之后，美债疯狂暴跌了，就是美债卖不出去了，然后美元也疯狂暴跌了，就业的数据呢也越来越差了，消费呢也越来越差了，通胀呢越涨越高了。这代表什么？代表这种像挤牙膏一样的慢降息呢，对于现在的美国经济来说根本没有用的。慢降息没用，那就只剩下快降息这一条路了。而刚好美国政府最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美联储像08年金融危机、20年疫情那样快速猛烈的直接把利息降到0，只有这样天量的洪水才能够瞬间淹没所有的问题。那既然这样的慢降息没有用，美联储是不是有条件这个月不去降息呢？如果市场都觉得美联储降息，但最后它没降，会发生什么呢？其实也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但是如果美联储不降息，再加上关税呢？美国政府今年4月份完关税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全球股灾还记得吧？但是为什么后来没过几天就暂停了关税呢？关税最怕的是什么？就是通胀啊。所以现在美国还有没有通胀呢？实际上可能通胀是很严重的，但是数据上就没有通胀了，因为就没有通胀数据，那怎么会有通胀呢？也就是说通胀的限制没有了。这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再玩关税呢？如果想要美联储快速的降息，只有一个方法，历史上08年、20年都一样的，就是制造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让全世界过得比美国更惨。只有这样，美联储的快速降息的时候呢，才不会让资本外逃，还有美元崩盘。相反的，全球的资金呢，在无处可去的时候呢，反而会买入美元去避险，涌入美元的资产了。这样美国政府借钱呢就不用还利息了，而且又避免了资本往外流。所以我们再看一下美国政府关门的时候到底做了什么。他突然对中国生产的船加征了停靠美国港口的费用，这个费用呢比货物本身是贵了5倍的。然后呢，全世界70%的商船都是中国制造的，那现在谁还敢去买中国的船呢？然后呢，中国就立马反击了，马上对美国增加了稀土的管制。稀土呢，它其实不是泥土来的，你这样理解，它是一种金属，是用来搞什么半导体、军工、AI 相关的底层材料的。如果中国断供了这个稀土呢，基本上全世界搞 AI 的都要拜拜了。而全世界最大的 AI 泡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美国嘛。如果 AI 的泡沫一破，那美股不就崩盘了吗？听到这里，你觉得美股崩盘是谁的责任呢？是美联储不降息吗？是左脚踩右脚吗？都不是，是中国不供应稀土给美国，所以美国给中国的船收钱，这笔港口费呢，能赚多少钱呢？就那么一点嘛。但是 AI 泡沫爆破了呢，出事的就不只是美国了，还有全世界啊。到时候就是中国不供应稀土，阻碍了全世界 AI 发展了。然后呢，美国政府就直接说要对中国加100%的关税，美股呢就直接暴跌了。然后有人就提前在这个消息出来之前做空了，赚了接近2亿美元。这就是我把去年美股赚回来的利润套现，把美元都换成黄金跟白银的原因。除了今年美元一直贬值以外，更重要的不是我看到的泡沫。刚才说了，有泡沫也能赚钱嘛，甚至就算崩盘了，做空赚钱还更快。我之所以布局黄金跟白银了，是因为这个世界可以选择容易的，不选择困难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再去看黄金跟白银，你会发现我们买入了之后呢，其实根本不需要太多的操作了，甚至说你在什么位置去买，你赚钱的概率都是80%以上。为什么？因为这两个避险资产已经进入了牛市，所以就会出现大涨小回的。而对于我来说呢，我去年卖了美股之后，手上的现金是必须要避险的。比如说一只美股我买了100万，就算跌了50%，我才亏了50万，对吧？但是我手上的美元，如果我拿着1000万，它贬值了只是10%，我就亏了100万了。所以我想要说的是，如果你知道你自己在投资什么，有风险管理，其实这个资产是涨是跌也好呢，你都可以赚钱了。而我选择的是最容易赚钱在牛市的资产。同时也想要告诉你，08年的时候呢，当时很多人可能只是一家建筑公司的工人，
或者是什么火锅店端菜了。但他们很多现在都已经成为了我身边比较有钱的前辈了。然后08年之后呢，阶级就固化了。这些以前端菜了，现在什么都不用做，手上的资产每个月甚至每个小时都替他们赚到了很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而我出生的比较晚，当时我还小，没办法把握那次的机会。而现在这一次机会可能来了，我也长大了。最重要是，如果真的来了，我也准备好子弹了，已经卷起衣袖了。而就算这次机会不来了，那我也没有什么损失，对吧？我会重新套现布局嘛。所以如果你想要统一一下你跟我之间的投资逻辑呢，你接受自己投资是可以亏钱的。那你想要做到长期输少赢多的话，你可以把握这一次的机会，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免费报名投资改命培训营吧。好了，这部影片如果你觉得有些细节听不懂了，我建议你把我前2-3期影片看完，因为逻辑都是环环相扣的。而最近黄金跟白银涨得非常的可怕，如果你希望我下一期重点讲一下我的布局的话，你可以留言给我。但时间关系呢，只能在此结束。不过下一期你运气怎么样呢？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一句，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时间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留言给我。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你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礼拜不见不散，拜。